纽约市整体的售租比目前大约在16到25之间，但是由于纽约各区域的贫富差距和房产的属性极其悬殊，看纽约的售租比绝对不能看城市的平均数，必须拆分到具体的区域和特定的房型来看。在美国的财务常识中，售租比的划线标准通常为小于15，更适合买房；15至20属于平衡区，大于20则代表房价泡沫较高。纯属的从居住角度看，租房更划算。根据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数据，纽约各核心区域的实际售租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。曼哈顿核心区售租比24到30以上，极度的偏向租房。曼哈顿是全球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避风港，其房价中位数已经超过130万美元。然而，一居室的月租金中位数是在4300美元左右。财务现实，售租比高达25甚至30以上，这就意味着在曼哈顿买房子，单纯的靠租金收益，毛回报率仅仅是3%到4%，根本无法覆盖持有成本，比如极高的地产税和高昂的共管公寓大楼管理费 （HOA）。结论就是在曼哈顿，除非是为了全球资产配置和追求长期的房产资产增值，否则单从居住性价比来看，租房是绝对的赢家。布鲁克林热门区售租比20到25，偏向租房。近年来，大热的社区房价被中产阶层和年轻的精英推得极高。现实的财务就是由于布鲁克林的独立屋和高级的公寓售价高昂，它的售租比也常年维持在20以上的高位。高利率的环境下，在布鲁克林买房的月供往往远超同等品质房屋的月租金，财务的杠杆极为沉重。皇后区与斯丹顿岛售租比16到19，买租平衡区。这些区域是纽约中产家庭和务实移民的聚居区，比如法拉盛。房价相对曼哈顿更接地气，售租比进入了15到20的平衡区间。如果计划在纽约长期的稳定居住7年以上，在这类区域买房子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锁定居住成本的优势会逐渐的显现出来，比长期的租房更能存下资产。布朗克斯售租比12到15，偏向买房。在布朗克斯，由于历史原因，部分的区域的房价在纽约属于绝对的洼地，但是由于纽约整体租房的市场极度供不应求，空置率常年是低于3%，这里的租金其实并不低，售租比经常低于15。单单的从现金流回报和售租比的数据来看，这里是最适合买房或者做现金流投资。但是买房者必须承担社区的治安、学区较差以及未来增值缓慢的风险。纽约的财务真相，在纽约，如果你手里有30万美元的首付预算，在曼哈顿买房，在财务上是属于奢侈的消费或者是长线的博弈，因为售租比太高。但是如果把这笔钱放到皇后区去买一套自住盘，从售租比和居住年限来看，就变成了一个极为务实的阶层资产固化行为。买房和租房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选择题，而是不同家庭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，对核心变量进行深度博弈后的高度个性化决策。财务能力与现金流极限。
买房不仅是看掏不掏得起首付，更要看高利率下的月供压力与现金流的防御能力。如果买房会彻底的掏空应急基金，导致家庭抗风险能力归零，那么此时买房就是财务隐患，而非资产投资。家庭财务规划与机会成本。资金是有排他性的，同样的一笔钱投入到房产、子女教育、公司创业还是金融市场，取决于家庭的长期的资产配置策略。善于利用不动产杠杆的人会通过房产实现阶层的跃升，而擅长一二级市场投资的人则能用流动的资金创造更高的回报。居住年限与租售比的数学计算，离开居住年限谈买房就是算错账。美国买卖房屋的过户费和经纪人佣金极高，通常需要持有5到7年以上，房价的涨幅才能覆盖掉这些沉没的成本。此外，各个城市的租售比天差地别，在纽约、旧金山等高房价、低租售比的城市，长期租房可能更加的划算；而在一些中部或者是南方高租售比的城市，买房则具有压倒性的优势。不动产投资目光与实体标的选择。买房不等于投资成功，买错房可能变成终身负资产。这考验的是对城市发展规划、学区走势、HOA 财务状况、房屋物理结构，比如白蚁、地基、屋顶劳损的极度专业判断。一个有眼光的买房者和一个盲目跟风的买房者，走向是完全不同的财务结局。真正的财务智慧恰恰在于根据自己家庭当下的底层数据，做最务实的动态调整，而不是被任何刻板印象或者教条主义所绑架。在美国，租房与买房确实会拉开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，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源自于资产配置的逻辑、财务杠杆使用以及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，而非简单的认知高低。无论是选择买房还是租房，都是在特定经济条件和生活需求下理性的选择。两者在财务、生活方式和长期规划上各有优势和劣势。在成熟的美国金融体系下面，认为买房一定比租房聪明，反而是对财务制度的误解。机会成本的博弈。如果将买房的首付、重税和高额房贷的利息省下来，持续投入到年化回报8%到10%的大盘指数基金当中，长期来看，租房者的金融资产总额完全可能超越买房者的房产净值。高利率时代的理性。在当前美国高房贷利率的环境下，许多地区的月租金远低于月房贷，含税费。此时选择租房反而是高净值人群保护现金流的精明做法。职业上升期的必须。对于高科技、金融等行业的精英移民，前期频繁跳槽、跨州甚至跨国发展是常态。过早买房会成为职业流动的巨大枷锁。对于追求稳健、有家庭规划的移民来说，买房确实是固化资产和融入当地社区的捷径。对抗通胀的终极杠杆。买房是普通人唯一能从银行借到30年低利息、固定利率贷款的机会。随着通胀和租金连年的上涨，买房者的居住成本却被死死地锁定。
学区与社区资源的绑定。美国的优质公立教育与地产税高度的挂钩，买房往往意味着为下一代锁定了稳定的成长环境和精英社交圈，强制储蓄的心理资产。对于不擅长金融投资的普通移民，每个月还房贷是一种本金返还，30年以后，这套房子就成了最坚实的养老垫脚石。在美国租房和买房的人，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对与错。租房者追求的是效率、自由和金融资产的爆发力，买房者追求的是稳定、杠杆和固定资产的护城河。非常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。